近台湾兴起了一股文创风，文创啊，可不单单只是把文化商品化，它也包含了创作者的创意思维。不过呢，说到精工，我们如果要做美丽的精工饰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传统上我们用锤子、钳子，现在来到21世纪，不需要使用这个了。3D 列印机可以把我们脑袋所有的想象全部都幻化出来，是不是很酷啊？现在跟着我去看看它怎么做的吧。精工也就是金属工艺，利用各种金属作为主要的素材。当金属工艺加入最新科技 3D 列印技术，会带来什么不一样的突破呢？先来看看精工艺术馆内有哪些作品结合了 3D 列印技术。看一下这个的话，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有很多镂空，而且最特别的是，它也可以打开。它其实呢，就是融合2种技术，就除了在宝石上需要手工去铸造之外呢，它这一个外壳的部分其实是3D 列印做出来的，所以它才有办法去做出这一些不同的镂工设计，因为一般传统上比较难做。这个，你看哦，跟刚刚比起来啊，它只有我小指头的大小，而且它里面的这个南瓜马车里面的玻璃屑只有小于0.1，没有，可能0.01公分。那它最特别的是，我还发现它的轮子是可以移动的，这也是传统手工比较难做出来，因为它需要做轮轴。透过3D 列印技术，能将传统手工较难制作的镂空细节生动的呈现，还能让小猪里有金条，房屋里有兔子，这些 bling bling 的珠宝饰品突破了以往只是美丽的佩戴，更添加了互动的趣味。传统精工的制成是手绘设计图、模具制作，再选择金属材料倒入石膏模中，过程中需不断确认品质。然而，3D 列印技术会如何在制程上发挥功用呢？首先你会看到这里就是我们这个是一个种好的蜡树，那你有发现上面有什么？很多星星，很多的星星。那它的做法很简单，这个就是这个蜡的原版膜，就是说它是一个橡皮膜，你可以看哦，有没有看到一个一模一样的蜡在里面？所以3D 列印印出来的东西也是可以打造成这个橡皮膜的模具吗？3D 列印可以做到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你有看到吗？很细耶，它可以叶脉。对，而且它还是等距，你有看到吗？它的距离、间隔距离都是一样。而且我看可能没错，师傅没有办法做出来吧？没错，这个要用手工做，当然你问那很厉害的师傅，他觉得说可以，但是我们底片厂他花的时间是多久？像这种的最3D 列印来讲，可能是50分钟、60分钟就可以出来的东西，但是师傅可能要用个1个礼拜，不一定3天5天都，这都是时间的一个成本，而且要做到等距，以手工来讲的话，真的比较难。那基本上，你刚才提到很好的问题。如果我今天有一个3D 的列印出来的东西，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用3D 的这个模子去开一个这样的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把它做成一整棵的树，这就是可以复制很多个。没错。所以3D 列印的设备用在我们拖蜡就是珠宝的生产制作上，它提供了非常便利的一个服务，就是说它缩短了制作的工时、设计、生产、创意的工时，然后让很多不同的创意可以无限的发挥。这个东西，如果你把它凹折起来，它会变成一个所谓的球状的物件的时候，我们叫它做镂空设计。那所谓镂空设计的意思就是说，它的东西是可以变成很薄、很轻。很多人他们喜欢戴的东西啊，看起来很大，可是很轻很薄。那黄金，如果你1钱跟1两的价格就不一样，但是如果你戴起来的东西可以让它是一两的重量，可是其实只有1钱重量的话，哇，那是大家都追求。为什么戴起来看很漂亮啊？可是它其实很轻。那第一个它成本就节省很多啦，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买得起高单价的东西嘛。3DRP 也就是利用3D 技术快速成型制造，将 3DRP 的模件种成一棵蜡树后，将搅拌好的石膏倒入模具中，凝固后进行高温烧结，金属再注入，就可以看到结实累累的金属树喽。可别以为这样就是完成品喽，剪下戒指后，还要经过抛光和修整的动作，才会成为金光闪闪的戒指。看了这么多成品，我要来亲自体验一下，如何用3D 列印技术制造属于我自己的戒指。
就是你刚才选的这个款式的戒指。那这个边呢，是我们直接用3D，然后在图库里面就可以去选择你喜欢的造型，那去做组合的动作。那跟我们传统呢，我们传统会用这种蜡，然后先去用蜡雕的刀子去把它去塑形。那传统跟我们的现在用3D 的用3D 的好处呢，其实就是像如果现在你选的，假如你现在选的宝石的部分，如果你想要去改变你的宝石形状，那很方便，直接点选进来，直接去调整。像这边，假如我选一个这种比较三角形的造型，可以看到宝石随时马上就变，连下方的这个爪子的部分都跟着你的形状一起去做改变。所以，在3D 上面建模上面方便的地方是在于你要随时调整戒指大小或宝石形状，或者是甚至到颜色。像这边，你可以来到这边材质的部分。你喜欢什么材质，直接拉进来。使用3D 列印技术，就可以直接在电脑上立即做修改，而且在电脑上就可以直接看到想要的成品，十足客制化。3D 列印技术在精工制作上，缩短制程，减少成本，修改方便，又能做精细的设计。3D 列印针对不一样的用途，除了使用不同的机型以外，所采用的材料也是大有学问。基本上我们有很多花花绿绿材质，对不对？它每个材质都有功能。假设你今天只是要看一个样品，我只是要看一个样品戴在手上，就是说一些展示，你就用这种材质去做，它可能成本比较低，但是呢，它做出来就是说可以看到实际的样子。但是我今天我做出来的东西，我要去做后续的直接就是这个我要去做拖蜡铸造，那你就要选像这样绿色的这种材质，这种叫类蜡材质。它里面的蜡的成分会比较高，所以它在生成的时候，你可以结束之后直接拿去拖蜡铸造。那我们另外一个特殊的材质是这个材质，刚才提到我可能做这个，我只要做一个就好，对不对？对。但是我有些人他需要这个量产100个、200个怎么办？他就一定要做什么？刚刚第一个步骤，橡皮膜。没错，橡皮膜，因为我们可以铸蜡嘛，对不对？铸一个就是一个。铸蜡它就那它就必须要用到这个材质，因为这个材质呢，它耐热又耐压。所以它可以直接埋在橡皮膜里面，然后去做一个成型，成型以后再铸蜡，就会变成我们的一个蜡束这样。对对，就可以像刚刚那样做出一个束有96个戒。没错没错，所以说一个虽然3D 列印现在就是是一个很热门的这个产业，但是呢，它现在大家在着手研究，不是机器咯，是这些材质。就大家是着手一直在研究这个材质怎么可以让它可以做不同的应用跟变化。各行各业对于3D 列印的需求都不尽相同，所使用的3D 列印材料也会不一样。如何迎合各种市场的需求，材料是现在大家研究的趋势。材料的差别也会影响到3D 列印机器的选择。眼前这台机器是使用何种技术呢？它的原理有点像投影机的概念。那刚才我们有去把它去做切片的动作，所以它去列印的时候，每一层它会去投影出这一层要列印的范围，然后一层一层堆叠。那它的光就像投影机，有点幻灯片，一片一片一个方式去闪烁，然后去照我的料。那我的料是对光有反应，照到光的地方它就会硬化。那一层一层一层的方式去把它堆叠起来，去组成我的戒指。这台3D 列印机是采用 SLA 技术，也就是光固化技术，透过 UV LED 的光去投影，将液体树脂固化成型。每一次固化一层，堆叠成型。接下来，我人生中的第一枚戒指就即将在3D 列印机里诞生了。太好了！经过5个小时，我的戒指终于快好了。对，我们现在已经印好了，所以我们要先把它开始。把我们的戒指取下来，那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刚才的戒指的部分。我可以拿吗？可以啊，你可以把它取下来。老师来我很怕把它弄坏。把它取下来。谢谢 Stacy 老师。这个就是像你说的，像这种类蜡材质。没错，它是一个类蜡材质，所以像你这样的完成品之后啊，我们稍微把它的这些支撑架把它剪掉，然后再会搓修一下，我们就可以进去我们早上有介绍的这个高温拖蜡法。对对对，所以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金属铸造，做出我自己的戒指了。没错没错，太好了！利用3D 列印技术，我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完成了自己的戒指，这是新科技的优势。对精工产业来说，也是一种新的突破。
3D 列印这项新技术，除了应用在精工以外，更延伸到了另一个文创产业——陶瓷艺术。台湾之光法兰瓷，他们的作品融合中西文化，而且结合了独特的浮雕设计，已经多次荣获国内外大奖的肯定。再加上2001年，他们首先采用3D 列印技术制作陶瓷艺品，创新融合文化底蕴。法兰瓷让世界看到台湾的软实力。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法兰瓷的 showroom， 这里陈列了许多的精彩作品，栩栩如生的立体浮雕，缤纷饱和的色彩，利落优雅的线条，以及独树一格的风格造型，都让每件作品充满了故事张力和生命力。每件作品的背后都有故事，而让这些作品背后充满故事性的灵魂人物，本身就是个传奇。他就是品牌创始人陈立恒总裁。这个是不是之前获得纽约大奖的作品？哇，你很有眼光。对，这就是2001年我们在纽约国际礼品展得大奖的蝶舞。它上面就是真的可以阐述说在蝴蝶飞舞的样子。是，我们也是想要说，宝岛就是一个非常多蝴蝶的地方，所以蝴蝶王国嘛。那另外有点周公梦蝶，所以这两个意义都很好。而且有一点的造型好像很飞翔的样子，像飞天一样，所以这个产品色彩也好，形状也好，都很受外国的欢迎。当然，总裁让我们像蝴蝶一样飞到世界了。法兰瓷引进3D 列印技术，利用电脑建图的优势，突破了传统的制作模式，也能设计出更为精细且复杂的作品。Grace， 我带你看啊，这就是3D 列印出来的哇！像这观音哦，这大观音跟小观音，你看小观音很细腻，连手指头都很细腻的清晰的出来，可能你要放大镜看才有办法。然后这10条狗也是，我们10全10美。那这个狗呢，因为假如是用古时候的方法，它脱模出来以后，它腿那么细就干掉了，干掉就裂开，所以就做不到。现在用3D 列印，它很完整的狗列印完毕。然后它再加工，把它山跟狗再结合，用传统跟现代来做结合。树也是3D 列印，这个早期，我看做不到的。总裁的勇于创新，让他在20年前就有了将3D 列印技术运用在瓷器创作的想法。他大胆地引进3D 列印机，很可惜的是，引进的机器并不符合预期。那一次的失败经验，更促使他加紧脚步往3D 列印技术结合瓷器创作的路上迈进。经过20年不间断的研发，现在的法兰瓷已经有了不少由3D 列印和传统技术结合的作品，还自行研发了一个秘密武器。这个就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哇！3D 列印机所列印出来的作品它已经非常的细致了那这样的作品它模具是没办法印出来的，所以它也不需要模具。那我们大的机器我们就印模具，小的机器我们印出来直接就是陶瓷，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特别印出来、特别调制出来的这个陶瓷的这个原料，印出来的。那我们使用的是精密陶瓷。精密陶瓷是什么是精密陶瓷啊？如果我们印这么细我们要用传统陶瓷的话，我们怕它那个陶瓷的强度不够那所以我们采用强度将近是这个传统陶瓷10倍的精密陶瓷来做，这样的一个精细的陶瓷做出来之后，我们就直接就进入到这个烧结炉里面去烧结。那它所需要的温度是比较高的它可能需要到将近1600度才能烧结。那传统的话，只要1200度、1300度就可以烧结了。如果要变成作品的话，那白白的还不够。我们还要再做进一步的加工比如说我们要上色上釉，让它变得比较漂亮。要完成一件市面上的作品，可没那么容易，还需要经由彩绘师根据电脑上模拟的立体设计图来装点一番，接着再送入窑内高温烧制完成。人工技术是陶瓷工艺的根本，再高科技的技术终究是个工具，设计师和雕塑师的手上功夫才是制胜的关键。设计天马行空，然后我们想了很多创意想法，但是没有经过雕模师的诠释跟他们的双手，基本上没有东西可以做出来。
雕模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在考虑可被生产的条件之下，又要把这个设计从2D 转换成一个3D 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在陶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牵扯到说我们后续生产的一些技术上的克服，跟甚至于量产的时候非常现实的良率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其实是会影响到最后的一个关键。因为我今天有去看了3D 列印的模具，他们就说，其实那个模具制造出半成品之后，也会请雕模师再加上一些线条，或者是更有设计性的创意，然后才去翻模。请问这样是不是这样子做的呢？是因为其实3D 列印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不错的工具。那我们在判断它的用法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考量。那您刚才提的那个方式是其中之一。那像另外一些比较有机，尤其是比较有机造型的这些东西，我们甚至要把它雕到这么大之后，雕到一定的尺寸之后，再用逆向工程把它雷射扫描进去，再回到电脑去，再重新去建模。3D 列印机只是工具，由电脑建模后，再由机器列印出来。但由机器来雕塑陶瓷，还是不如手工来的有真实感。看到雕模师一双双的神之手，创造了一件件的独一无二作品。有了3D 列印技术的加入，当然也需要3D 建模设计师才行。您用这种3D modeling 对你来说是不是有什么帮助？在设计上是不是更容易呢？主要是因为我们血的这个结晶，它其实是一个透明的，所以我们把它用一个镂空的一个方式。那电脑之所以它可以运用的比较完美的部分，就是说我这个壁厚的部分我可以非常均匀的，然后均等的去让它做出这样子一个镂空的均厚的一个厚度。那在烧结上的时候，它会是一个比较平均的，然后秀出来的一个产品，它会是一个很完整化这样子。镂空的造型基本上是非常难用传统的这个方式，因为它就卡模了，所以它没有办法脱模出来。那我们用3D 列印的方式，反而是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精致的程度。3D 列印技术的引进，在陶瓷工艺上带来了新的刺激、新的突破，创造了属于台湾的独特艺术。然而，在文创的世界里，国际上对3D 列印的应用又有什么不同的火花呢？大家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吗？美国加州 ？No， 我现在在一个3D 列印的世界里。咖啡杯3D 列印，桌子3D 列印，3D 列印可以应用在你我的生活中，无所不在。这家位于美国加州的3D 列印建筑工作室，专门利用再生资源作为建筑的材料。这间小屋外观就像是一盒精美的巧克力，6边形瓷砖的材料是利用水泥、再生咖啡渣和果渣所组成的。不仅外观，小屋的内部大部分的家具、陶器和装饰品也都是3D 列印制造出来的。他们借由这个精致的小屋，展示3D 列印技术在建筑上的应用潜力。What are the advantages, specifically in design process, while you apply this 3D technology? So in addition to this potential for mass customization, we found that we can use these technologies to basically reuse and recycle materials that would otherwise go to waste. So we've built a pavilion out of salt that's locally sourced. All the clay on the outside of this 3D printed cabin is local. Some of the front facade is made from wine production waste, so it's 3D printed grape skin. We've done the same thing with coffee, right? You have coffee grounds everywhere because everybody's drinking coffee, so it'd be amazing to actually make something out of that, right? So we've worked on that sort of project to basically take things out of the waste stream. In addition to that, these materials are very cheap, so in a lot of 3D printing, the actual material you use is extremely expensive, which limits how much you can produce. So what we've tried to do is basically figure out ways to print in new, very inexpensive, basically waste materials so that we can make something giant like this building with a technology that used to be only for like very specific prototyping for industry. 在3D 列印技术应用当中，如何让材料更多元，
更能永续循环利用，对 3D 的公司来说是一大挑战。他们是如何在材料上寻找突破呢？ So right now we're in the ceramic part of our 3D printing lab. So all these objects are made out of clay. And the reason we're choosing to use clay right here is because it's extremely durable and long-lasting, and it's a recycled material. So we're able to use waste clay from, like, for instance, ceramic students making objects. We can take the clay that they didn't need and then make all of these objects. So it all just kind of depends on exactly what you're trying to make with the given material. Are these what you're now currently making? So right now, all of these objects are to help rehabilitate coral reefs. So, the reef has died in some areas due to climate change. The coral, has succumb to ocean acidification, basically. So what we're doing is making these objects which new coral can begin to grow on. So we've made 600 of these, and scientists around the world will distribute them in the ocean, and new coral will hopefully grow on them. 工作室现在除了协助珊瑚礁复苏之外，也利用3D 列印技术印制类似鸟类栖息地的原型，可用于濒临灭绝的海鸟，避免它们的鸟巢被海狮或海豹碾碎。在全球环境逐渐恶化的情形下，新科技的诞生也成为保护海洋生态的大工程。What are the future possibilities using 3D printing in design, architecture industry? Well, I think, as you saw with the 3D printed cabin, we're just beginning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ies for full-scale construction with these tools. And in our case, we're trying to make modular systems, so you can make like roof tiling that's all 3D printed and produced very quickly. So I think all across the industry, people are getting excited about these tools, especially as the materials become cheaper, which has always been one of our focuses. And I think you can also see just in everyday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studios, almost everybody is using a 3D printer now just to, bring their ideas to life very quickly. Before you used to have to spend days making some model to explain what you were trying to create, and now you can just, design it and print it and then talk about it. 文创产业重在创意发想，利用3D 列印技术的电脑的演算，制成多层次的堆叠，突破以往限制的不规则构型，像是波浪、扭曲、镂空等，更可以设计出客制化的作品。对创作者而言，除了设计上的创意可以让天马行空变成可能，3D 列印也让设计师减少了传统量产必须付出的成本。从精工、陶瓷，甚至生活环境上来看，人类未来将会因3D 列印技术的成熟发展，带来了更多新的创意价值。